第29集，许卿家携妻入京城。京城向来卧虎藏龙，同样也是达官显贵之居，所以玉娘唯恐高正稍不留意，惹怒某些大人，届时还会连累到玉满楼。高正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，便向玉娘诚恳道歉。而此时上庸莫庆传来急件，得知近日费尽于牢内身亡，死因蹊跷，生前也是疯癫痴傻，经常用石块在地面刻画，经过反复查验，竟辨认出若妻、许克焉两组人名。若妻乃是小辈之母，亦是宁王深爱之人，至于许克焉，则是许卿家的父亲，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为何名字会出现在同一人手里，属实隐晦难懂。待高正向贾相如实禀报，贾相又找来宁王爷，一语道破若妻疑似中了南疆之毒，而傅太师正是收编了这些南疆道门的余孽，此事和他必然有关。当年宁王意气风发，连下数城收复边陲失地，从而立下赫赫战功。那段时日，皇帝对宁王青睐有加，又因太子天生体弱，难以治理朝政，因此便有了储君即将易主的传闻。宁王自认一向恪守本分，为国浴血，不惜肝脑涂地，就连开封府的府尹之位都几度让贤，对储君之位更无半点觊觎之心。转眼间已是1个月后，永寿和腊梅在短短10日已经可以出师，并且能将松松坊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当高正他们说明来意，想让许卿家去京城户部任职，暗中扎谈傅太师贪赃枉法的证据，胡椒无所畏惧，甚至是全力支持许卿家，毕竟他知道许卿家是一心要为民做主的好官。反观太子身体日渐虚弱，经常咳血不止，而他又在傅太师的要求下，不得不听命服药。傅太师妄图给太子施压，直言当年宁王出征南疆，若非是户部出了些差错，导致前线断粮，差点让对方立下开疆扩土不世之功，否则他这太子之位可是立马要易主。许卿家夫妇与亲朋告别，且在众人注视下乘船而远去。贾季生修书一封给大姐，直言自己近日在云来所见，夸赞胡椒为人仗义直爽，断然不会做出勾搭姐夫那等烟杂事，所以不愿再与对方为敌，而他也在云来遇到心上人，暂无返京之意。贾季荣为此郁烦不已，既然无法指望弟弟能帮自己出口恶气，于是借着回家探亲为由，故意在小妹贾季芳面前提及许卿家携妻入京之事。尽管贾季芳无异于许卿家，可之前的拒婚事件令他感到难堪，堂堂相府千金居然比不上卖肉的粗鄙女子。在得知许卿家已入京的消息后，贾全带领下人在门外等候，随后引荐许卿家夫妇进了相府。与此同时，傅太师也料定贾相的意图，心里已然有了对策，唯独想不通宁王为何在此事要得罪官家，如此百害而无一利。傅太师暂且让许卿家入户部，且看他能有何能耐，紧接让手下销毁当年有关的文书，处理好汤泽的尸体，